如何从负债到财富自由。如果你身边有10个人，每个人借你100万，你就会瞬间获得1000万。就算你拿了这1000万去赚那5%的稳定利息，你每年就会额外多出50万的被动收入。最后你才把钱都还给你的朋友，顺带还点利息给他。这个你听起来很扯啊，但我告诉你，这世界虽然有无数个赚钱的好项目，但是到头来玩的都是这一套你觉得很扯的借钱模式。因为赚大钱的方法是永远离不开借钱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我问你，哪一个有钱人是没有负债的？我们不要说人了，就说国家，哪一个发展起来的国家不是负债累累的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所有富裕的人或者是国家，他们的财富跟负债是成正比的，欠钱越多的反而越有钱。也就是说，负债借钱是我们一辈子一定要去学习的技能，因为这不但可以迅速，并且几倍的放大我们的财富，最重要的是，这还可以救我们一命。你平时不会向任何人借钱，也没有想过身边什么人可以借钱给你，那么当你的家人急需要钱治病的时候，而你的口袋刚好钱不够，那你怎么办？靠天赋就能借到钱吗？如果你真的这么有天赋，那为什么不把这个天赋运用好，让银行账号有7、8位数美金呢？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说，借钱的风险很大啊。那请问这是谁告诉你的？是你的老师吗？还是你的父母呢？一个没有学过负债的人告诉你负债风险很大，其实跟没有学过开车的人跟你说开车的风险很大是一样的。这个世界所有的风险都源自于认知的不足。你没有学过，然后去做这件事情，那风险是真的很大。但是今天我绝对会让我的子孙去学开车，也绝对会让他们去学习负债。因为不会开车，那法拉利给你有什么用？不会操作负债，那么我整个家族留给你有什么用？像我从小就被灌输不要借钱给别人，也不要向别人借钱，所以我一直就觉得负债就是支出，因为要给利息出去嘛。最重要的是，当时一无所有的我，身边哪有什么人愿意借钱给你啊？不找你借钱就算好的了。也因为这样，所以我现在会定义自己为比较笨的人，因为我是先白手起家创业，赚到第一桶金，靠炒股来扩大本金，再做生意的。我从来不会负债，连想都不会想，因为富爸爸穷爸爸告诉我，就是要买入资产，远离负债。当时我看的是英文版，很快的去看，只照着去做，没有理解背后的意思。后来把这本书还有其他的系列再看一次，我才发现这一切都错了。他讲的是远离坏的负债，拥抱好的负债。那一刹那，我瞬间的开悟觉醒了。所以我现在欠银行8位数美金，这个数字呢还在增长之中。但同时我睡觉比谁都安稳，因为我有很多把钥匙，有很多员工替我操心工作的事，也有很多人爱我，包括你们。我也从来没有被谁追过债，我的债主们反而都在祝福我更上一层楼。借钱是真的，每一个想要混好的人都一定必须要学习的技能。当年我的思维被固定了，因为不够钱、没钱，还有害怕，而错失了很多发财的机会。我不希望有更多追随我的人像我当年一样，没有财商，也没有对这个世界真相的追求之心。所以这部影片，如果你看到最后，你将会觉悟到底什么是好的负债。最重要的是如何透过好的负债达到真正的财富自由。这些外面卖10几万美金的课程，今天我把自己觉得更有用的都在这里面免费分享了。如果你不为我顶上撑腰的话，那以后我不做就没有人做了。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、投资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些资讯，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一个概念，无债一身轻，要去存钱，然后创业的风险是很大的。为什么大部分人会这么以为呢？很简单呢，以前的人创业就是去开工厂，就好像李嘉诚也一样的。大部分的人的做法呢，就是问身边的家人朋友借钱，然后拿这钱去租厂子、买设备、请员工。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如果这个工厂赚不到钱，那这个钱就还不上了，
还不上就会被人家追债上门，所有的街坊邻居都会知道，很丢脸的。所以就得出这结论：存钱就是脚踏实地，创业就是不切实际。所以我们测试一下嘛，你问问自己，当你欠别人钱的时候呢，你会不会感觉浑身的不舒服？当别人欠你钱的时候呢，你是不是每天睡觉都辗转反侧的？大部分的人都这样，因为以前我也是这样的。但结果是什么？其实严格来说，员工是老板的债主，因为员工都把钱存进银行，然后老板去银行把员工的钱都借走了。我们拿着这笔钱呢，去开了一家工厂，把员工都找过来替我们赚钱。赚到钱之后呢，我们再去找银行借更多的钱，开更多的工厂，招更多的员工。到头来，利润都是我们的。我们发给员工的薪水呢，最后也被我们借走了。那创业的风险大不大呢？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倒闭的企业，倒闭的原因呢，是公司欠了很多钱，还不上了。然后呢，清算公司里面的资产，发现公司里面没有钱了，那就破产，看看有没有人要收购，没有的话就倒闭。然后老板呢，还是住在豪宅，开着豪车，因为公司的资产跟个人的资产是分开来算的，一分钱都不需要还。大家熟悉的08年破产的雷曼兄弟，或者其他引发当年金融危机的华尔街公司呢？你以为这些公司里面的高层现在都是穷的连饭都吃不起，而真相是这些高层早就在倒闭之前就已经给自己发完薪水了，倒闭的时候呢还获得了政府大量的补贴。所以负债的风险真的很大吗？当时金融危机爆发，美国穷的每天都有很多人跳楼，美国的资本家就很淡定了，直接把他们的债务打包起来销售，让全世界其他的国家都去买他们的国债，然后他们的经济瞬间就恢复了，甚至比以前还要富裕。然后全世界人们的钱呢，都跑到了美国人口袋里面。现在美国欠了多少钱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天文数字嘛，已经资不抵债了，这个钱根本还不起嘛。按照负债风险很大的这个逻辑，美国其实早就已经灭国了，对吧？但是现在呢，依然统治着世界嘛。一个升息让全世界直接进入经济的萧条，所有的资产都贬值了。这时候他在干嘛？把自己借回来的美元升值，去购买全世界贬值的资产。买完之后呢，继续打开印钞机，推高他们购买的资产的价格，然后继续的让美元贬值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欠了钱。比如说我本来要还你1个亿的，但现在美元贬值了，2个亿才等于以前的1个亿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现在我还你1个亿的话，就等于只是还给你5000万嘛，能听懂吗？所以美联储发行货币就等于发行债务的时候，为什么你要远离负债呢？当美联储在无上限印钱的时候，为什么你要去存钱呢？存钱是银行家设计最大的骗局。我们不要再说贬值了。如果你把100万存到银行里面，1年你只能拿到2万的利息，但是大部分不懂贷款的人问银行借100万呢，可能就要付10万的利息。大部分的人以为银行在这里面赚了8万，而真相是赚了498万，因为他们玩的叫做金融杠杆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你今天借了100万美元去买房，那银行是不会给你100万现金的，而是找到卖房的人，把这个100万转到那个人的账号上面。那个人打开手机，看到自己的户口里面多了100万的数字，然后就把房子给到你了。实际上呢，这100万还是在银行的手上，对吧？但是你们跟银行都完成了交易。那么假设银行做了50次这样的转账，每次赚10万的利息，一共就是赚了500万美金。而银行的成本呢，就是付给那个把100万存进去银行里面的人，也就是2万美金嘛。所以银行的玩法其实就是问老百姓借钱，拿2万出来付利息，自己呢就赚了498万。这个就是金融杠杆的玩法，是每个富人必备的技能，也是我们做生意或者是做投资能够用1个月的时间赚到别人一辈子的钱的秘密。我告诉你，为什么大部分的人赚不到钱，其实跟女生减肥是一样的。夏天的时候小裙子穿不进去，然后就说自己要减肥了，
结果冬天了，也不要露腰露腿了，衣服呢也是厚厚的，那反正也看不到嘛，就不减肥了，对吧？不断的在这循环里面轮回，没有任何的计划和决心。但今天你看到了这部影片，就是要告诉你，不赚钱不行啊，不减肥不行啊，因为这钱会一直贬值下去，而这肥呢也会一直胖下去。那么赚钱遇到第一大的问题，就是假设你做一门生意完全没有客户，这个结果你是否能够承担得起？房租、员工、货品的押金，这些钱是不是都要付？你这钞票、时间和精力到底花的值不值？所以我们必须要戒。谁告诉你人流多的街道里面的商店要很多钱呢？有一条街叫做 YouTube， 每天有24亿人经过，里面的商店1毛钱都不用。如果24亿的人里面最低要求吧，有1万人好了，每人给你100块买你的产品或是服务，你就会瞬间获得100万。20年前我们在门店买东西，然后在商场买东西，那现在呢，都是在网上 YouTube 买东西。所以为什么要在 YouTube 创业？借势啊！因为你想要赚钱的话，其实也没有什么选择。大部分的投资和生意都是有金钱上的门槛，要不你去借钱，要不你就去把人类的时间和关注都借过来，然后把这些转化成金钱。那你可能会问啊，我不懂创业，不懂营销，不懂剪辑，也没有什么兴趣技能，也不想要让人家知道我偷偷的赚钱，还可以做吗？不懂就要去学，而且要跟对师傅。就好像郭靖以前跟江南七怪去学，就是一个笨蛋嘛。但自从拜了洪七公为师呢，学会了降龙18掌，才成为了一代的大侠。所以你拜的老师必须要有你想要获得的结果，并且他讲的东西你能够理解。那么如果你想要学习我和我弟子连赚7位数美金的商业机密，如果你想要获得跟我甚至超越我的流量，你必须要懂得踩着我的肩膀上去。所以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继续的原地踏步，继续的在 YouTube 帮人家刷流量刷钱，然后等待下一波机会；第二就是赶快行动，自己去摸索，慢慢的学会 YouTube 赚钱的所有的技能，然后可能就错失了赚钱最佳时机，钱都被我的弟子赚走了。那现在还有第3条路，马上订阅和点赞，因为我将会私底下的把我这些商业机密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你。你听懂并且行动，你非常大的机会可以跟我和我的弟子一样，有一个24小时自动为我们赚钱的资产。这些商业机密都在一个价值300美金的培训营里面，只要你订阅点赞，不用300美金、100美金，连1美金都不用，我们不会收取你任何的费用。可是我们这个培训营可能很快就会下架，所以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报名吧。那么到底什么是好的负债？如何用负债来赚钱呢？听好了，有一家航空公司呢，手上只有100多万美金，这钱有的人觉得是一笔大钱，其实我自己21岁的时候就有了，但人家现在是几个亿、几十个亿美金，我还在学习用这套模式。基本上100多万的美金是买不到什么飞机的，但却可以在社会上融到3、4千万美金，刚好足够买到1辆飞机。OK， 这家公司拿着这几千万美金不是买飞机，而是找到了银行，首付一半买了2辆飞机，然后分期的去还钱给银行。那银行肯定同意啊，跟买房一样嘛，你如果不还钱，他们就可以把飞机都拿去拍卖。这个时候就等于航空公司拿了1辆飞机的钱买了2辆飞机。当所有人都觉得这操作已经很牛的时候呢，他对外向银行或者是其他投资人说，我们的飞机每天都在天空上面飞，乘客呢都是爆满的，1辆飞机每天最少能收个6万美金，飞个3年就是6、7千万美金的利润。那么未来这3年所赚到的利润呢，我全都给你们，你们现在只需要给我5千万美金就好了，觉得怎么样？那投资者听起来，现在投5千万，3年后收回来6、7千万美金，赚1、2千万，而且还是蛮稳定的，所以就同意了。那么这家航空公司呢，就瞬间的有5千万了，他们就拿了这5千万去银行继续的贷款，
不断的重复用这个方法买了200辆飞机回来，继续的把未来3年的利润都卖掉。这个就是资本的运作，先贷款买资产，然后把资产未来的收益都卖给投资人或是银行，但这些资产到头来呢，还是属于我们自己的，然后拿着最后一家开店的钱，慢慢的去还银行的负债。所以一般借钱呢，是还越久的钱越好的，因为每个月每年还的钱就会少一点嘛。但3年之后，这200辆飞机的所有的利润都是自己的时候呢，这个负债就会变得非常的轻微了。我之前去了一个地方旅游，很漂亮，那边的朋友想要找我合作开一家旅店，那么我现在的想法也可以分享给你啊，就是我投200万美金的话，他每年最少能够赚60万美金。那么现在我就会找到投资人或者是小型的基金，把这家酒店4年的收益权都卖给他们，也就是最少240万的利润，我卖给他们200万，我看似赚少了40万美金，但是我们立即回笼资金，用这200万再开一家旅店，然后再把这家店未来4年的收益权卖出去，不断的开店，不断的卖，那么就可以用1家店的钱开10家店。而4年过后呢，这10家店依然还是我的。所以好的负债就是让别人来替你还清债务。这套模式呢，我已经练习的很熟练了，因为我也欠了银行8位数美金的债务。当时我有100多万美金，一套房子呢，当时也就是100万美金，我拿了50万出来做头期款，也就是首付嘛，跟银行贷款买了2套房子。也就是我用1套房子的钱买了2套房子，剩下的钱都拿去缴税。这时候有的人就会很焦虑啊，现在手上没有几个钱了，万一还不上钱怎么办呢？银行就会把我的房子没收啊。那为什么你会还不上钱呢？因为你怕失业，怕公司倒闭，怕金融危机之类的。为什么会怕？因为你从来就没有想过把房子租出去，让租客来替你还债。负资产的是些什么人呢？大部分都是那些买房自住的人啊。而我的那2套房子呢，租出去刚好月租是抵月供的。那么后来当我的房子涨了1倍，我会卖吗？我不会卖的，我就再找银行借钱。之前房子价值100万，我可以跟银行借50万吗？那现在房子值200万，我就可以再问银行借个几十万美金出来，然后我再多买1-2套小一点的房子，就这样一直不断的买下去，用自己的名义，用家人的名义，用公司的名义，到不同的国家地区去买。这时候有的人就会问啊，你这个杠杆这么大，房价下跌了，你就要破产了。那么现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房价是不是都在调整？那我告诉你我的结果是什么？因为我的房子买了以后，从来就没有想要过卖，我不炒房的，所以人家赚10%走了，赚50%走了，而我基本就是这几年房价涨了多少，我就获利多少。那么假设我赚了1倍，但是它现在下跌了10%，请问我有什么感觉？少赚10%嘛。其他人可能就会心痛了，但我还好，因为本来我就不会卖，就一直让租客替我还债嘛。那 OK， 银行有催过我还钱吗？完全没有啊，因为我每个月都是准时还月供的，我每天还会收到银行几十个电话打过来问我要不要继续的借钱。那么美联储现在升息嘛，很多的地方都跟着升，那我月供的压力不就是大了吗？说实话，你可以去搜一下你熟悉的地方，比如说香港、台湾的房租都涨到了不断的破顶，我的租金收入都比月供多了。因为讲过很多次，月供呢是你越还越少的，而且里面的本金是可以在卖房的时候拿回来的。不明白的看之前的影片。所以对我有什么影响呢？房价暂停的上涨，那我借钱买房就困难一点嘛，因为房子都很难抵押给银行套钱出来嘛。但说实话也不会影响到我什么买房的。去年我在香港买了2套给我的爸妈，上几个月呢我在深圳也买了1套，因为那边是真的很便宜嘛。美国升息，内地降息，一个投资人怎么忍？我自己的公司呢也在替我带来收入嘛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影响。那有的人就会说，我这几年买房的头款都拿不出来啊。还是那句话，
普通人在这时代最简单有效改变命运的方法就只有 YouTube 创业。如果连这个都做不了的话，你告诉我还有什么更好的项目呢？现在是连亿万富翁都当起了网红，连学历比你低的人也在网上赚到钱了，当和尚的在网上分享佛经赚到钱了，看风水的在网上讲风水也赚到钱了，唱歌的、跳舞的、小孩打游戏的、玩玩具的、装傻的、卖笑的都赚到了钱了。各位，万物皆可做自媒体啊！你不是不知道这个赚钱的趋势，也不是做不到，只是你一直在怀疑你自己做不到，因为你被第一步不知道如何去定位而阻碍了。所以如果你是我的忠实粉丝，也非常确认自己要跟着我的脚步，让我带着你在YouTube上赚到钱，那么我和我的团队愿意每周开放25个价值$1000的1对1咨询的名额。我们的咨询呢，现在不会收取任何粉丝的费用。在咨询里面呢，我们会想办法帮你解决你财务的问题、YouTube 定位的问题等等。但我们专业的人手非常的稀缺，所以我希望有决心、有想法，最重要的是谦虚的人才过来找我们，很快又会满的。所以看到这里呢，你可以赶快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2条链接报名，看看我们有没有缘分吧。不够钱付头款，首付还是那个方法，借啊，问父母借、朋友借，甚至你可以说合伙一起买房，签好合同，到时候按投入分钱就好了。所以为什么说人脉就是钱脉？普通人是玩不到这种模式的。第一就是银行没有抵押的话不会借钱给你，那么你只能去找投资人融资。那么最可怜的就是大部分的人可能身边的朋友连$10,000都借不到，也有借得到的，但是他们只愿意借给你治病或者是救命。你说要去做生意投资，他们就会觉得你是骗子，对吧？所以对于人脉，我只认识对我生意和赚钱有用的朋友。那些找我喝酒吃饭浪费我时间的人呢，我都是做减法的。互联网就是一个认识高值朋友最好的地方，而且朋友平时不用就不是你的资源，跟信用卡是一样的。如果你的额度只有10万，但是你买的东西呢可能要20万，你打电话过去想要把额度提升到20万，基本上呢人家是不会理你的，除非你卡上有100万吧，因为你平时都不用信用卡消费，突然间提升额度要借20万，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动作。所以我一般的做法就是平时什么消费都会用信用卡，然后准时的还款，半年到1年左右呢，我就会提升一下我信用卡的额度，慢慢的提上去，然后银行的人呢就会给我的信用卡升级变白金卡啊、黑卡之类的。其实人脉也是了，平常呢多找朋友帮忙，然后主动的给朋友送礼，明明口袋里面有钱，但是有一个项目想要去做，我也会问身边的朋友借钱，看他能借多少也可以，因为我会准时的还给他嘛，然后每一次借钱都会提升一下额度。你问问自己嘛，你的信用值多少钱？你去问朋友借钱，看看他们能借多少给你，你的信用就值多少钱啊。信用呢是需要养着的，为了每一次在机会出现的时候，我都有足够的钱去把握这个机会，以再生财。我平时呢就会养着我的那些朋友、投资人的信用额度，还有我在银行里面的信用额度。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利息这么低，甚至不用付利息的原因。这个就是好的负债。那什么是坏的负债呢？就是一般人理解的负债。比如说你借钱去买了一个名牌包包送女人了，不仅你自己要去还这个债，还是去替一个红颜去还债的。我知道很多人都处于坏的负债之中，很痛苦，对吧？我理解，如果你真的还不上，那么你必须要认真的听我以下的6个建议，因为我也特别的认真告诉你翻身的方法，甚至可以让投资人和债权人继续的把钱借给你，帮助你去翻身。也希望大家不要把负债想得那么严重，不至于结束一条生命。记住了，第一个，不要跑，欠钱跑路是最傻的方法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你一跑，别人就会找到你，只要别人一找你，你欠钱不还，这件事情就传开了，那么就等于你跟借钱给你的人翻脸，也等于你很难再向其他人借钱了。第二，不要失联，
对方打电话找你，你必须要永远接电话；对方找你见面，你必须要去见。过年过节呢，还要祝福你的债权人，真心的去祝福啊！不要逼人家使用过分的手段，你记着了，全都是逼出来的。所以不要跑，不要失联，然后你就能做到第三件事，不是信。你能够找到我，你能够看到我所有能还你的钱，能卖的东西，能抵的东西都没了。现在呢，我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，但是我正在非常努力的变好。我现在人生唯一的目标就是想办法还你钱，你逼死我也没有用，你这钱更加的追不回来了。第四呢，就是负责，我不会跟你扯的，也不会跟你吹牛，更不会跟你拖，我只会很努力的还钱。什么叫做努力？我一直在做事情，债务没有还清之前呢，我甚至不会去买什么新的衣服，每个月还是会定期的把钱还给你。然后第五，很主动，大部分人欠钱失联跑路就这么干了，这就是傻到极致啊！把自己封上了死路，把自己送到了谷底，把自己送到了要跳楼的悬崖。但我们就是一个有信用的人，钱可以欠，但信用不能欠。一个人欠钱就必须要主动的提醒债主这件事情啊，我现在还欠你钱，欠你多少钱等等。然后你要主动的去报告你最近在做什么工作，在做什么项目，然后说你希望这个项目的结果是怎么样的，给予你债主最高的安全感。因为这个世界借你钱的人呢，都是相信你的人，借你钱的人都是希望你好的人，借你钱的人都是这个世界最爱你的人，最照顾你的人。如果你还要跟他们成为敌人的话，那么你这个人就真的很活该了。所以第六，不断的观察机会，如果机会来了很稳的话，你还是可以以你的诚信向这些债权人借钱的，因为他们借你钱帮助你翻身呢，还有可能把之前的钱追回来，甚至还有利润。但不借的话，就很有可能很久就追不回来这个钱了。所以不要让自己没有人帮助你，你是靠自己完蛋的，难道你还要靠自己再起来吗？一定还是要靠别人的资源的，听懂了吗？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四8:30，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